李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是如何走到那个奇迹式的那种红的阶段？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秘密？你总是不能忘记，我永远爱着你，因为有你，我有不同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树全，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里。今天我想花点时间给你讲讲一个小故事，我称它为海滩上的 7-Eleven。 来，我在这边画一个小东西给你看。这边一个海滩，假设这个海滩上都布满了一些游客，平均的布满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左边是 7-Eleven， 右边是全家。 A7-Eleven 跟全家各在两边， B7-Eleven 跟全家各往中间移一半， C7-Eleven 跟全家都在中间。请问依你看，我们在座的同学，依你们看，到底是 A、B 还是 C 这两家店会产生最高的业绩？想一想， A 是各在两边， B 会各往中间移一半， C 是 7-Eleven 跟全家都聚在一起。 A、B、C 三种状况下，请问您认为哪一个状况这两家会创造最好的业绩？同学认为 A 的请举手。 A 的没有人。认为 B 的请举手。也没人。认为是 C 的请举手。有这么多同学。 OK， 那我可以方便问我们这位同学，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选 C 呢？讲一个，随便你讲你的原因。群聚的效果。这位同学真讨厌，下次不要来课堂了。他是内奸，他一定上过我们以前的课。这位同学，请你到教务处去办你的结业证明书，老师明天发你一个毕业证明。No， 各位同学，他是对的，他绝对是对的。这两家公司因为在竞争的过程之中， A 在海边的各一端，但他们发现游客开始往中间偏的时候，或往一个方向偏的时候，他们两家都会开始往中间移动，到最后两家竞争的结果都会移到最中间点。这个就叫做我们俗称的叫做群聚效应。你可能会有印象，我们买电脑啊，我们都会去一些电脑的光华商场啊，买衣服啊，我们都会到一些五分埔啊，他们都是一个群聚效应。为什么群聚效应的情况之下，他们会产生最高业绩？因为客人也是往那个方向，需要的客人都往那个方向去找便宜的东西，找他们需要的东西。同相对的情况下，它的广告很多东西都可以节省下来，所以他们的利润会比较大，然后所以就会产生一个群聚效应，他们无形之中就是一个最大的广告。OK， 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，A、B、C 的状况之下，有一个状况出现，会把这个 7-Eleven 跟全家都一起干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之下出现的时候，这两家公司都会挂掉？今天在你还没有给我答案之前，我先跟各位讲，这个东西是称为赛局理论的一部分 Game Theory。 赛局理论是在二次大战左右，有一位先生叫做 John Nash， 纳西先生。也因为纳西先生他推出这个赛局理论之后呢，
帮助整个2次世界大战的结果。后来全世界各个国家，无论是经济上的谈判，无论是各种有一个沙盘推演，你如果做了这样贸易上，你做了这样的手脚，另外一个对手会做什么样的手脚，你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反应，全部都可以透过一些参数把它计算出来。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机构是专门做这些赛局理论的推演，然后来推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策略。John Nash 得了诺贝尔奖， John Nash 的学生，好多学生也因为赛局理论得了诺贝尔奖。有一部电影叫做 Beautiful Mind 美丽境界，这部电影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 YouTube 上看。但是我今天要带各位看的一件事情是，这两家 Seven 跟全家都会到最后竞争的结果之下群聚再到这个中间点。但是呢，有一个状况出现了之后， Seven 跟全家都会挂了。那会是一个什么状态？如果在座的同学可以想，没有关系，老师直接跟各位分享，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家慈济便利商店，这两家都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慈济它不是盈利为目标，它是一个慈善机构，它在这边它的价钱完完全全的不照市场规格来走，它根本就是便宜，随便你需要就拿去。所以如果有一个慈济便利商店在这个地方出现的话，基本上会把 Seven 跟全家干掉。那我下一个要引导你思考的就是我们叫慈济便利商店这种人，我们给他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非理性竞争对手 （irrational competitor）。非理性竞争对手。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？就是最可怕的竞争对手就是非理性的竞争对手，因为他是来乱的，他不照一般的行规来走。我为什么要再带你思考下一个动作？因为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：老师，你是怎么红的？为什么你当年会这么红？我有好几次的机会，我跟几位也是跟我一样很红的这些艺人坐在一起，我们聊天的时候，我们都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现象：比我们会唱歌的人很多，比我们帅的人也很多，比我们会写歌的人也很多。但是为什么就我们这几个人都红了？我们发现这红的因素的背面到底是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没有的？我们最后做了一个结论，我现在要告诉各位，介绍各位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跟我刚刚跟你解释的赛局理论是同样的原理。那个东西叫做非理性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当你在帮助我的时候，这位陈同学要帮助我，他花多少时间帮助我，他给我多少钱，给我多少资源，我也会最多加倍的还给他。但是当有一个王同学，他是非理性的人，他开始无条件的来帮助我的时候，对不起，那个已经不在数学的计算方程式里面了，我的回馈也是非理性的回馈给他。我现在要带你走到一个更高的境界，如何让更多的能量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。在这边我读一篇文章，写在我的书的背后。在这世上，擅长赛跑的人不一定得奖，勇士不一定打胜仗，聪明的人不一定有饭吃，机智的人不一定富有，能干的人也不一定居高位。
这并不是我写的，是引自于圣经。老师曾经亲自走到那个巅峰，然后我们也曾经跟几个同样的那些很红的超级巨星聚在一起，在一些私下的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很奇妙的发现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。举个另外一个例子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外表、学历、资历各方面都是最棒最棒的，他的人脉到去参加各种的公益活动，你能想象的各种社交活动都去，然后穿着最漂亮的衣服。但是他常常也来问我说：“李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是如何走到那个奇迹式的那种红的阶段？那你怎么走到那个阶段？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秘密？”我今天在这边跟你分享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，就是我看到这些人，他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都在 calculating， 中文翻成计较，他们都在计谋。今天我去参加这个活动，我会遇到哪些人？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然后去给他看到，然后我需要摆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，我需要开一个什么样的车子，让我很成功，都在计谋。老师刚刚在这个 7-Eleven 的这个海滩的故事上，我要一直展示的一个东西要跟你讲，当你在计算的时候，当你在计谋计算的时候，你的旁边的人，旁边的竞争对手也一样的在计算。唯独当你把那些全部的计算 calculating， 全部的计算计谋放下来的时候，然后完全成一个非理性，把你自己变成一个非理性的竞争对手的时候，别人拿你一点办法挡都挡不住，跟你无法竞争。我今天要跟各位解释，就是那一条微微的一条线。很多人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在计算。但是我们这些曾经走过真的成功的奇迹式的成功的人，我们却发现，当我们不去计算的时候，我们放下计算的时候，那个恩赐就开始进来了。我们就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带了一颗谦卑的心。我在这个最后结尾的跟你分享一件事情，开始放下计较，放下计谋的时候，就去做你该去做的那些事情，然后又去谦卑的去做，把那些计较放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成为那个非理性的竞争对手，也是最强的竞争对手。今天我先讲到这边，再见。